们现在呢是在非洲最大的华强北市场，据说里面特别凶险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是著名的尼日利亚警察问候圣地，肯定很多来过尼日利亚的同胞们对这儿都比较印象深刻。第一次来尼日利亚就在这里被亲切问候了。这个机场真的是停车场进来要收钱，出去还要收钱，开眼了。其实拉各斯这个地方之所以叫拉各斯呢，它也是因为它的湖，在葡萄牙语有拉各斯的意思就是湖的意思。这个非洲最大的水产贫民窟啊，里面生活了有将近30万的人。他们这个好像有烧垃圾的，然后也有倒卖这个木头的。他们这个木头呢，也是通过这个河运的方式，然后运到这个市区来。那边就是港口啊，拉各斯港口呢，它也是分了好几块，有好几个堆场。那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维岛，就维多利亚 Island。所以之前尼日利亚呢也是被英国殖民过，前后呢也被葡萄牙、荷兰也都殖民过。我想问一下，像你每天早上上班通勤的话，大概要花多长时间？堵车3个小时。3个小时？4个小时。那一天光坐车的话，费用得多少钱啊？来回就花2000来了。2000来了，那可能有的人他一天的工资就2000来了。有啊，是真的。是有。尼日利亚呢，它现在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了南非 ，GDP 呢也是非洲第1啊，超过了5000亿。其实你们国家还是挺好的，有那么多资源，有石油，还有天然气。我们虽然是有这么多东西，但是我们的那个政府管得多，没有好。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哈。真的。对了，忘了跟大家说一下，尼日利亚呢，它也算是西非共同体的成员国之一哈。但是你们使用的货币是独立货币，是尼日利亚的奈拉。但你们的货币好像贬值挺严重的，之前你们是不是经常还取不到钱？那时候是选举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想让那个贪污选举就对啊，他们就说有新币的啊。那现在新币都不见了，好吧，没有什么用。而且你们现在的油价也涨了很多，因为以前是有 subsidy， 补贴。新的总统就说现在就不需要那个了。那涨了很多啊，以前是多少？165，涨了快3倍啊。呀，尼日利亚的电影不是很有名吗？现在的电影产量也是全世界排名第2产量的国家了。你不知道吗？是吗？第1是印度，第2是尼日利亚，第3才是美国。其实尼莱乌的产量是相当大的，2500部每年。平均的话，一部电影的耗时大概就是1个星期到10天左右，然后成本的话也是10万块钱人民币以内。大部分的电影是这样的，他们主要是以那个碟片，就那个 DVD 的形式来卖。电影行业啊，就特别的贴地气，很多人都是在那个电视机上看那个电影。而且我感觉其他非洲国家的人也挺爱看尼日利亚的电影的。有阿基婆婆，阿康婆婆那个很久了。这块看起来真的还挺像一个 metropolitan right， 很像一个大都市了啊，都还有挺多高楼的。Victoria Island 这边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的是吧？对。但是像诗诗说的，这样的生活它只是一部分，不代表拉各斯，对吧？就这个电信大楼的一边的广告是 Heineken， 另一边的广告是芝华士。你说这尼日利亚人是挺喜欢喝酒吗？上面是轻轨吗？还是高速啊？轻轨。Marina Station， 修得很漂亮哎。哇哦 ，This is for the light rail。轻轨 ，Yeah。This is one of the stations. You have a lot of things. 这只是一个站。这是一个站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公司建的。OK。中国公司建的。那你看那个就是钻井平台了，就是海上的石油钻井平台。其实真的就是在非洲，这个立交桥啊，还有这些交通，真的能够作为一个评判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准。你像尼日利亚，你们那儿有没有立交桥啊？没有。这个是 Nigeria Port Authority， 就是港务局，这边就是他们的 CBD 了。这个教堂就很有维多利亚风格了，是吧？哎，你之前还说的你再也不来尼日利亚了呢？这里太漂亮了啊！这里太漂亮了，你还没有看到漂亮的地方。对，还没有去 Lucky 呢。你看这两边的基本上全是银行。抬棺团队，小马，抬棺团队。虽然这是 CBD， 但是不妨碍这有一只羊在这儿吃草。They call it 1004. That is the numbers of tenants. Oh, numbers of people living there. 1004. 其实这里看起来就不像非洲哈。这是一个 hotel。你看这个房子建的就真的很像是国内的那种感觉了。这边是渣打银行啊，还有 AXA 保险。它这个是干嘛的？你看一下李云迪已经陷入了沉思，你在思考什么？啊？看来看去，这里很不像那个非洲，这里就像中国沈阳。哇，还有劳斯莱斯呢！啊，
哎呦我去，厉害呀！我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劳斯莱斯哎。所以你们不要小看非洲哦。真的不能小看非洲，就是拉各斯的有钱人真的很有钱，而且非洲首富就在你们的尼日利亚，丹高特是吧？好有钱啊！他有120亿美元。你看这边卖的奔驰的什么大 G 啊，哎呦 If you want to party, this Cubana. 你看这全是那种属于高端的。哎，这还有个长安汽车呢，在这个拉各斯街头也有一些中国车啊，你看这个长安的车子，这边也有一个长安汽车啊，看来长安卖的还不错哦。咱们前方的这个广告就是 Guns of Lagos， 黑帮，拉各斯黑帮。兄弟们看一下这个游艇啊 ，Civic Center 门口停的就是一些游艇啊，那就是有钱人的生活。这边是 MTN 呢是南非的一间通讯公司啊，然后旁边就是这种属于比较旧的房子，这差异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就感觉像是城中村那种感觉。这个金门大酒店呢，也是最早的一批华人来这边开的一个酒店啊，在当时应该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。那个是什么楼啊？石油公司。然后前面那个是 Microsoft， 看一下这微软的，一下子就不一样了，就很有科技感。这边呢是 Oracle。咱们现在呢是要去莱基了，就整个拉各斯呢是由4部分组成，拉各斯大陆，还有是拉各斯岛，还有伊科伊，还有一个就是维多利亚岛。这就是思思说的，你说游行的时候给烧掉的，然后就没有再收费了，好吧？尼日利亚人真厉害。那个就是东方酒店，应该也是中国人在这边最好的酒店吧。其实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就觉得像是东南亚的某个国家，就不像非洲了。对面还有一个格力呢，这边呢就是拉各斯的富人区了，叫 Banana Island。Banana Island 里面住的基本上都是非富即贵的，基本上是属于各界的顶流了。每家每户的车库都已经停满了，都已经停不下了，停到外面了。外面最差的都是大 G 啊，真的是。你看这房子挺漂亮的，都是大别墅。这个是明星啊，对，音乐家，他叫 Davido。他真的是兰博基尼的越野车都有哎，很有钱哈，非常有钱，很有钱。You see the Rolls Royces? Yeah. Go back, go back, go back, give it, go I back, will give it. turn. I will make you turn. 好好看啊 You see the Rolls Royce? You see them inside this? 哦，这里面停的全是豪车。 Yes, but 啊， Nigeria 他有一个 star， 你给我看看。非常高的一个 title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 ，billionaire 啊。billionaire。他的 net worth 哇，100 million。那跟蛋格特还差了很多吗？还差很多。就你刚刚说，我们看他那个房子花了1200万美元，我天！有6辆 Rolls Royce， 魅影，还有宾利、大 G。思思的表情看一下，看一下这有钱人家的小孩都住的是高档的小区。这儿还有一个广汽传祺，它车牌都是定制的车牌啊。现在咱们车上的这个警察去指挥交通了，因为太堵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在尼日利亚呢，他会带个警察在车上。咱们现在是带大家来到了尼日利亚拉各斯的 Shoprite。Shoprite 呢是一家南非的公司啊，它这边呢主要是做超市的，在很多非洲国家都有 Shoprite。非洲之外的朋友们一定不陌生吧？咱们先是来到电影院啊，看一下，这是最近比较火的他们本土的尼莱坞电影啊，看一下这里的电影的票价是多少钱啊？从40块钱到70块钱左右吧。还是挺贵的哦，跟国内价格差不多了。中国的迷你所在非洲还是卖的挺好的，挺受欢迎的。看一下这个店有多大呀！其实，在尼日利亚旅行呢是有一个问题的啊，就咱们外国人啊拿的都是国外的信用卡嘛，然后你在这边消费的话，因为存在黑市汇率，黑市汇率和那个官方汇率差了蛮大的。如果你是刷卡的话，它就按照那个官方汇率来算，所以会很差。然后尼日利亚的这个币值呢又很小，就是不值钱。出门的时候你要带现金，要带很多很多的钱才可以。我们现在呢是在非洲最大的华强北市场，据说里面特别凶险。咱们这就算进来了哈。对对，现在就是往市场里面走嘛。所有的广告基本上都是他们传音的，而且传音呢，它是有好几个品牌啊，有 Tecno、itel， 还有那个 Infinix， 所以基本上市场上70%、80%的，我觉得应该都是他们的东西。大家听着这个声音啊，到处都在发电，所有的商家都是在用发电机发电。我感觉这里面起码上万家店，但凡有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它都能够卖东西。这边呢，主要是以功能机为主，
就是咱们说的老年机，既有你金立，这个是以前国内老板用的手机，金立语音王 A360什么的。这旁边有一个这么大的 Jumia 的广告。尼日利亚呢也是非洲的第一大电商市场。咱们看一下前面那个公交车的广告，就是这个疟疾药的广告。我觉得在尼日利亚这边得疟疾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的。大家看一下这尼日利亚街头的很多车的车牌啊，都挂的是美国的，就它也是进口的美国的二手车 ，California。这是个商场哦，还不错哎，感觉在拉各斯有很多的商场，这也蛮多中国人的。这还有这个公交站是吧？规划的挺好哎。这个 Glovo 呢，就是非洲的外卖平台啊，被誉为非洲美团。感受一下这人跟车啊，这就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。这边的铁道基本上都给当地做生意的人站着的，卖衣服的、头发的，什么都有。看一下这个车子，我操，它都靠在这边来了，油啊！然后这边又是在逆行，我的天，这尼日利亚的交通真的是绝了，绝了！像在尼日利亚，咱们出去办事儿，坐车的话，那真的是会让你崩溃的。如果是早高峰、晚高峰，没有2-3个小时，简直出不去。所以等你到了的时候，别人已经要下班了。等你办完事情，然后再出来，然后又遇到了晚高峰，然后堵回家又已经晚上了。所以一天在路上真的办不了什么事情。现在小东已经下车了，准备走路回家。每天都是这样的。